什么所有人看完仙逆之后都会说天运子传授亡灵杀戮先诀是整篇最完美的算计，甚至还有人说杀戮先诀才是天运子吞噬亡灵的关键。但作为一名把仙逆原著反复研读了131遍的我来说，这些其实都是大错特错。纵观亡灵与天运子的博弈全程，杀戮先诀只不过是天运子整个算计里可有可无的一环。那么你们知道天运子究竟是怎么算计亡灵的吗？最终亡灵又是如何发现并破局的呢？这一切都要从天运子的身份说起。他乃是定界罗盘的器灵，遗失了全部记忆的他，一生都在追寻挣脱束缚的机会。他亲眼目睹陆墨卫复活李木婉，在上古时期孤独轮回数万年。这份偏执让他认定亡灵才是这方世界的真神，只有夺舍亡灵的肉身，才能彻底断绝定界罗盘的掌控。因为这份宿命般的执念，天运子才耗费万年布下大绝，从培植亡灵出生的洞府剑到画出数万分身寻找亡灵踪迹，每一步都精准狠辣。杀戮先诀的出现只是他计划中的一环，而非核心。天运子初见亡灵，便被他在岁迁之地踏出27步的惊人表现所吸引，远超当年鹰院后期的孙云的天赋，让天运子认定亡灵是绝佳的道果。他表面上让亡灵自行挑选神通，实则暗中引导，让他最终选择了杀戮先诀。这门功法虽是模仿之作，威力却远超诸多正统仙法。通过杀戮凝聚，杀戮之气能让修为飞速提升，还可将杀戮之气化为攻防一体的回气，甚至凝聚生之烙印守护自身，堪称逆天。可一旦修炼到100万回气，就会彻底沦为被操控的傀儡。但天运子万万没想到的是，亡灵居然如此谨慎。起初在天运妻子封号争夺战中，亡灵就发现诸多弟子行为怪异，从此对天运子心生戒备。随后在妖灵之地红牢内修炼杀戮先诀时，看守者许慧川作为深耕杀戮之道的资深修士，在目睹亡灵运转回气时，一语点破其修炼的核心障壁，并非技巧不足，而是这门功法的力量源头存在外力牵引的痕迹。这番话让亡灵首次意识到，自己凝练的杀戮之气似乎并非完全受自身掌控，其背后隐约有股未知的力量在暗中牵引。此时他虽未直指天运子，但已对功法的天然性产生怀疑。接着亡灵在火妖郡屠杀10万妖兵，将灰气积累至10万禳级，但随着修为精进，他发现灰气的狂暴程度远超正常范畴，不仅在战斗中会不受控制的主动锁定生机，甚至在静息修炼时会出现自行游走试图冲击识海的异象。这种失控感与红牢看守者许慧帆的提示形成呼应，让亡灵断定这门功法中必然藏有能被外人撬动的暗门，而最大的嫌疑人自然就是功法的传授者天运子。最终亡灵在古妖贝罗的传承感悟中彻底得知了先诀的陷阱本质，传承中清晰呈现出修炼者终局的幻象。当灰气积累至100万量级，修炼者的元神会被功法中的怨念煞气彻底侵蚀，最终化为一道纯粹的杀戮之气，成为任人提取的能量容器。而这道气息的归宿直指天运子的神魂波动，从妖灵之地的警觉到贝罗的揭秘。由此可见，天运子的算计根本算不上完美，他既未能隐藏功法的操控痕迹，让红牢看守者轻易识破，也未能阻止外力，也就是贝罗传承对陷阱的拆解。而亡灵能在10万灰气阶段便彻底察觉阴谋，更说明这门功法作为吞噬工具的致命缺陷，缺乏隐秘性与不可抗性。若他真是吞噬亡灵的关键，绝不会在计划推进中途便暴露无遗。当察觉到灰气的隐患后，亡灵果断放弃继续修炼杀戮先诀，彻底斩断了天运子进一步操控他的可能，又在先帝洞府中彻底抹除了天运子留下的烙印，成功凝聚出杀戮本源。最终亡灵凭借杀戮本源正道成为第3部大能。而天运子也是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以杀戮先诀为引布下万年大绝，却低估了亡灵的悟性与谨慎。最终这枚精心挑选的棋子挣脱了掌控，成为天运子一生的梦魇。杀戮先诀既没有成就天运子的完美算计，也没能成为吞噬亡灵的关键助力，反而成就了亡灵的无上大道。这场横跨万年的阴谋终究因其核心工具的定位偏差与算计上的先天缺陷，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